生长的永久，我的思如水。街楼长壁，开启满水。城市，原璧归赵。崔公子这段剑气舞跳得真是酣畅淋漓，动人心魄呀！韩公盛情，能替韩公排忧解难，故其所愿也。如今大都督的使节已知晓公子在此，坚请相见。公子，如若这次落到了大都督手里，只怕是难以脱身。只盼公子大军在外，使节也是有所忌惮罢了。韩公的雅意我们知道了，不过你们家主公也太狡猾了，自己不愿意出手，反倒将这难题丢给我们。公子说笑了。我们杀了孙敬的使节，你就放我们走？我若是待韩公假意承诺，未免诓骗了公子。但公子若是杀了使节，何娘子可以回去？至于公子，还请在府上盘桓几日，待崔家大军退出60里外，定奉公子还迎。韩公，欢宴虽好，终有聚散。这回你是不是该信守承诺，让他走了？自然，自然。你这伤，回去之后一定要找大夫仔细看一下，别落下病根。嗯。走吧，我送你。谢谢。你的彩头。哎呀，你说我这大好头颅，他若是没有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为我哭。我可不会哭啊。
现在的形势，你怎么看？这回镇西军虽然夺下了望州，但是如果没有并州跟建州，他们也无法再向潼关靠近一步。至于西长京，更是遥不可及了。你所言甚是，我也是这样想。我是觉得，既然大军在手，不如攻下并州。只要并州、建州在手，无论是那位孙敬还是那位李皇孙，都得看我们崔家军的眼色。公子，这回我倒是见到这个李皇孙了，其人不可小觑，而且是生平罕见的对手，倒是咱们要注意防备了。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竟让你说出这样的话来！这个人虽然厉害，但是咱们呀也不是没有办法能够拿下这并州城。上兵伐谋，你有什么好法子能攻下并州？那位小裴将军不是在望州吗？咱们不如跟他先叙叙旧。可我们与镇西军素无来往，反倒因为军粮的事情刚刚才闹了一回。我担心他们不会轻易和我们联手，即使联手，我也怕他们会有异心。公子放心，我倒是有法子可以让他们答应联手，也有法子让他们不敢有异心。欺杀我也！这崔家的人欺人太甚！怎么了，主公？去把那个冒牌的崔公子立刻给我关起来！是。不，立刻把他给我杀了！带走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韩公，实不相瞒，我乃崔公子身边的伴读，受他之命来这城中与你商谈重要之事。怎料韩公误将我认为崔公子，在何校尉的示意下，我只好将错就错，但我绝无任何欺骗韩公之心。我为崔家出生入死，却没想到今日被他们出卖，更没想到成为弃子。既然你知道自己是弃子，你还有什么用处？韩公，既然崔家不仁，那我就不义了。我有一计，能解韩公燃眉之急。哦，我知晓崔家军日前劫了镇西军的粮，镇西军缺粮缺得厉害，对崔家也是恨之入骨。韩公不如派人前往望州，与那李皇孙商量商量，两军联手灭了崔家大军，韩公解围，镇西军得粮。主公，他说的也有几分道理。咱们的探子也对劫粮之事有过汇报。我不过是一个被崔家舍弃的人，一无所有。只有韩公能够给我一线生机。韩公不如先派人去探探镇西军的口风。至于我，韩公要杀要剐，也不急于这一时。若是镇西军不松口，韩公杀了我解气也不迟。若是万一这计谋有效，我愿意追随韩公，任韩公驱使。把他押下去，关起来。走。把人带来了，把他关到这个牢房。韩公让我来看看你，怕你在这儿心里委屈。多谢韩公，多谢吕先生，不委屈。我是崔家军的弃子，承蒙韩公开恩，留我这条性命，
又肯听我几句谋划，感恩都来不及，谈何委屈呢？好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豁达的人。今天我带了好酒，喝2杯。这酒真香啊！韩公的佳酿怎能不香？有道理。传令，攻城！咱们这次打仗啊，是骑马冲锋，比上次打望州还带劲。老三，你骑过马吗？我骑马那会儿，你还玩泥巴呢你。拿下并州，冲！冲！小的这就派人去打探，快去。是。来，咱们呢，先把这杯酒干了。以前都有得罪，往后啊，还要多多请教。请。好酒。我说兄弟啊，咱们也是相处多日了，可谓是相见恨晚呐。只是我不清楚，你这姓谁名谁，家住何方，又是因为怎样的机缘成了崔公子的伴读啊？来，说来听听。哎，这个嘛，说来就话长了，须得再等等才能细说。哦，这何以还要再等一等啊？什么声音？现在可以告诉你了，我叫李逆，排行17，先帝之孙，辽王之子，镇西军主帅，平叛天下，杀尽逆贼，记住了吗？校尉，怎么样？并州守军一战即溃，有些残军弃城逃往建州，余下的大多降了。目下正在清剿俘虏、粮草、印信等诸多要紧事务。擒住韩立没有？韩立见势不对，在亲卫拼死护卫之下逃走。不过属下已经命人四处搜检，城门已闭，他定然还未逃出并州城。听着，一定要在镇西军之前拿下韩立。是。来人呐！快来人！吕先生，吕先生不知道为什么昏迷了。吕先生，有人越狱！十七郎，这次我真的带了很多人来。韩立呢？抓到没有？我跟崔家有个约定，谁先抓到韩立，并州就归谁。两军一交战，韩立就跑了。啊，不过老包已经去追了。走，捉那老狐狸去。陈庆，校尉，车中并无韩立。果然狡诈。
秋翠，没事的，咱们楼下不是有家丁守着呢吗？任谁都闯不进来。小姐，我听人说破城的军队会四处劫掠，无恶不作，家丁们拦得住他们吗？如若拦得住，那自然平安无事；如若拦不住，此时害怕又有何意呢？都怪三小姐在相爷面前挑拨，小姐这才不得不自请到并州祭祖。要不是因为三小姐，咱们怎么会到这并州来？又怎么会身陷险境？秋翠，不要乱说。三姐说的对，父亲有6个女儿，唯有我，自幼既不聪慧，又无一技之长。如果再不勤勉些，岂不更是一无是处了？那是三小姐胡说，小姐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孙大都督要用父亲为相，父亲坚决不允，因此蒙难入狱。京中各大士族，哪个不暗赞父亲有气节？如今父亲好容易出狱，却不得离京。我可以替父亲回并州祭祖，是我的福分。小姐这般，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啊？如今连府中那些下人都敢给小姐脸色瞧。主公放心，追兵已经被那辆马车引开了。府中有什么藏身之处？壮士竟然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宅，何不也自行搜检呢？韩公一世英雄，小姐，如今竟躲入闺阁之中，丢不丢人啊？韩公，这么挟持个弱女子，未免落了下场吧？激将法不管用，你既然是崔公子的伴读，如今并州城破，镇西军势大，既然崔公子对你视如婢女，你不如投靠镇西军。韩公已然都到了此田地了，还不忘惦记着我的前程，实在不枉与韩公相识一场，也不枉韩公对我青言有加。对你青言有加，又如何？难不成你能放老夫一马？韩公误会了，我感激你都来不及，又怎会为难于你？只是这城中都说韩公擅长经营，资产亿万，我如今被崔家所弃，两手空空，还望韩公能够体谅一二，给予方便。拿出来！这些珠宝价值连城，你不如拿了去投靠镇西军。小姐，你别过来啊！小姐，过来，我掐死他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！姑娘，多有得罪。多谢公子相救。啊！别动啊！小伟，要不要动手抢人？愿赌服输，我是输不起这口气的人吗？小姐没事吧？小姐，快点，过来！沈新郎，终于抓到这只老狐狸了。喂，你们崔家军来晚了，韩立是我们的了。恭喜李皇孙。既然李皇孙已经抓到了韩立，那我们跟你的约定，自然是算数的。这并州城，就归你们镇西军了。承让承让。
崔公子、裴将军莅临七夕灯会，令并州蓬荜生辉。老朽斗胆，请二位为七夕许愿灯赐字，请。我们先写吧。来，把灯拿上来。好字，好寓意。哎，小裴将军，咱们就写些实在的，就写啊，都娶上娘子，都拿上来吧。哎，咱们镇西军上下都是光棍，简直一支光棍军，连这个愿望都不给许啊！风调雨顺，风调雨顺，店家啊，今晚生意可好？哎呀，这会儿没多少人啊，所有人都挤去看展韩历了，杀头啊，杀的还是那个原来威风凛凛在并州城的韩公呢，嘿。公子，都已安排妥当。时辰到，杀韩历，聚河山。救主公！滦河水18万，1万就是那银松滩，银松滩里鱼儿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哎呦，石七郎，石七郎，怎么弄成这样？没事。石七郎，怎么样？该杀的杀，该抓的抓，一个不落。东西呢？老黄，拿出来。护符啊，可是俺找到，就在这儿。洛阳，城坚墙高，易守难攻，而且还有那个福原二，他虽然是番将，但他是孙敬旧部，对孙敬一直忠心耿耿。所以石七郎，攻城是下下之策。而且我们的左近还有崔家军虎视眈眈，万一我们攻城失败，将会腹背受敌。洛阳城也并不是没有破绽，孙敬的内弟郑国公，不是在洛阳城督战吗？此人志大才疏，又素来与福原二不和，我看他就是洛阳城最大的破绽。石七郎，洛阳城中派出密使，想见你。请。福公竟孤身至此，果然好胆魄。王孙过奖了，福某无他，唯胆壮耳。哎，你必是裴县的小儿子吧？想当年我和你爹一起领兵征伐汨罗的时候，你还在吃奶呢。福公10几年前征伐汨罗时，单枪匹马连闯王帐，直取汨罗王首级。李逆当时年幼，只是当故事听听。如今得见真人，方知福公神勇，确如故事一般。老了，不提当年勇，石七郎才是少年英杰啊！前辈面前，怎敢谈英杰二字？请。
镇西军和崔家军在并州的事儿，老夫都听说了。这韩立既是皇孙所获，那为何不将建州城也一同获入囊中，反而让崔家占了个大便宜？我们镇西军不像崔家军这么财大气粗，所以只能拿建州换取粮草，我也是无可奈何。皇孙就不想出口恶气，把那崔家的粮草辎重夺过来？福公怕是忘了，我为何兵临洛阳城下？皇孙想要洛阳，福某心知肚明。只是眼下镇西军缺少粮草，人困马乏，强攻洛阳，不过是突然替崔家军做嫁衣，这顿亏皇孙还没吃够。这世人皆道福公勇猛无仇，没想到这离间计用的也是如此高明。虽是离间，也是实情。皇孙此刻不出手，难道就放任他崔义势大，一路坐收渔翁之利，终成心腹之患？难道他崔义就比大都督还更好相与啊？福公有话，不妨直说。眼下两军压境，福某深受大都督私恩。以皇孙目前的兵力，若要攻破洛阳城，绝非易事。不若在3日内击溃他崔家军，一旦事成，福某立刻奉上城中半数粮草。镇西军只要绕城而过，福某绝不阻拦。皇孙不妨考虑，明日给我答复不迟。好。老夫先告辞了。哎，我已命人备好了30车粮草，今夜就可送达，作为老夫此行赠礼。福公就不怕我收了粮草之后，转头就攻打洛阳？30车粮草，老夫还送得起。告辞了。福公，你不能！我是郑国公，你都给我滚开，狗奴才！福公，我要见福元儿。福公，好你个福元儿，目中无人，卑逆狂妄！我回洛阳已然半月，你竟一直称病不见，你什么意思你？我已然得到密报，说前几日你独自一人前往镇西军大营，私会了李逆。说，你是不是背着大都督与李逆有什么勾当？没错，3日前，我确实去了镇西军大营，还见了李逆。好，既然你都招认了，那就快快交出帅印吧！啊，傅老将军，你可是手握着洛阳军政大权，万一和李逆有什么里应外合的话，岂不是对大都督不利？帅印，那是大都督亲授，除非大都督亲至，否则我是不会交出帅印的。巧言令色你！我见李逆是想逼迫他去打崔家军，两军现陈兵落水，若是联手，这洛阳城就凶险得很呐。最好的法子就是让李逆去击溃崔家军。那照福老将军这么说的话，你还真有法子让李逆打崔家军不成？巧了，这李逆刚派人送了信来，
说今日魏氏将出击崔家军，郑国公可有幸随老夫一同上城楼，去瞧瞧热闹？福公一见，成君一怒，今日魏氏出击崔家军。你还是在后方略阵吧，哪有主帅当先锋的呀？我若不亲自上场，福元儿怎么会信？再说了，咱们得让崔家军瞧瞧咱们镇西军的实力。镇西军以全数而出，杀向崔家军。你俩在这干什么呀？石小不是说假打吗？打谁不一样？屁话！你打自己人吧，打崔家军呢？打他们啊！去呀！呀！走！你往哪踩啊你啊！竟敢踩你爷爷的手！以后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诈尸呢？原来你们镇西军都是这种欺软怕硬、只会诈尸的鼠辈。臭小子，看爷爷今天怎么收拾你！原来是你。我可又救了你一次啊！好，那我就还你一次。这些人为何要杀你？这些人虽皆是面生之人，又极力遮掩，但我心中有所猜测。石七郎，没事吧？受伤了？姓崔的，不是说好了假打吗？怎么回事？我看交战到这儿差不多了。走。报。如何？事后来报，镇西军已击溃崔家军。崔公子负伤，崔家军后撤30里，重新列阵。镇西军虽胜，但损伤惨重。元帅李逆腿部中枪，已被抬回军中。好，哎，福将军，都说这个李逆狡诈，崔家军勇武，我看不过如此嘛。不如让我带兵各个击破，好向大都督报喜。什么？哎，我答应了李逆。只要他击败崔家军，便送他半城粮草，允许他绕洛阳而过。什么？你给他粮草？
你还让他绕城而过，你这要造反呢你！你懂什么？洛阳乃是东都，地势人心，非同寻常。眼下洛阳城中虽然是兵力粮草充足，但若是崔家军和镇西军联手攻城，亦或是围困洛阳，断绝粮道，岂不是置京都、置大都督于危险之中？我看你就是畏战，巧言令色。哼！我冒险用计离间崔家和镇西两军，如今他们两败俱伤，只怕万一这里边有诈，必得先将他们引离洛阳，而后再筹谋如何将他们分而击尽。崔家军大败，后退30里。昨日一战，不负辅公所望。这仗打得漂亮，不愧是你阿爷的好儿子。辅公过誉了。昨日一战，皇孙受伤，今日不能前来，特意叮嘱我，谢过辅公的粮草。福某说话算话，答应给他的粮草，就一定会给他的。那就谢过辅公了。转告李逆，让他好自为之吧。是。石七郎，这不是服务员答应给咱们的粮食吗？咱们干嘛还在这儿埋伏？待会儿我给大家变一个戏法瞧瞧。什么戏法？就从这粮食里面，给你们变一个郑国公出来。啊！出！出来！快！别上来！出来啊！出来！别动！裴将军啊，这够吃多长时间啊？够吃一阵了。这还抓到一条大鱼呢。这下洛阳城啊，稳妥了。这就是孙敬的小舅子，郑国公是吧？啊，哎，长得也不咋好看呀。就是啊，那孙敬的老婆长得肯定也不好看。哎呀，我还没见过国公这样的大官。这甲不错呀，不错呀。这样的大官就义道，竟然嗷嗷的哭。洛阳城的亲贵子弟躲在这个粮车上想偷袭我们，还是我们石七郎神机妙算，把他们逮了个正着。既然已经抓了郑国公，那么这洛阳城就等于是在我们手上了。是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将军，镇西军李逆、崔家军崔林合围，带着郑国公及其随从亲贵前来城前，说愿意用郑国公及被俘的城中亲贵换取城池。换什么换？什么郑国公、外国公，都比不上洛阳城。这等泼皮无赖的事，也只有你们镇西军做得出来。你别看泼皮无赖，可是管用啊！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我才不跟你赌。信服的胡儿，给我听好了！我们家皇孙，元帅说了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打开洛阳城的城门，我们就放了郑国公和这些亲贵子弟。我们保证，不拿城中的财帛，不伤害城中的百姓。怎么样啊？这买卖划算吧？郑国公可是孙敬的内弟，你要是不救他，孙敬那个大
大都督是不会放过你的，你还不如放箭啊！射死了郑国公，看孙敬不砍了你们的人头！扶阳，你疯了！扶阳，别，你放啊！别，放啊！扶阳，别啊！服务员，你这个混蛋！服务员，你给我放死之后呢？城里的千万人可都看着呢，大都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剑法不错呀，要是再偏一点，射中郑国公的心口，那可就不好用了。傅元儿假借大都督之名，是绝对不会救我们家郑国公了。只怕诸位府中的主人，傅元儿也是不会救的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傅元儿是不能指望了，我们必须靠自己把主人救出来啊！这么说对。将军，出事了！进来。郑国公的家人率着私兵打昏了城门守卫，开了城门，引镇西军和崔家军入城了。什么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这些蠢货，没想到这洛阳城葬送在他们手里。我要杀了这些蠢货，斩死寻常！撤！先去粮堂，放箭士去了。镇西军崔家军合围攻击洛阳，围城多日，难以强攻。李逆巧妙用计，令郑国公家人撕开城门，镇西军崔家军才得以潜入洛阳。傅元儿奋起反抗，率守军苦战2日1夜，终于不敌。天下就是你们这等少年英杰的。等到你和他争夺这天下的时候，那将是何等的精彩啊！
可惜，老夫看不到了。大都督，镇西军和崔家军携手攻克东都，吴云儿以身殉城。崔家军进不即刻回援瀛州，还与镇西军联手攻打洛阳。崔毅的儿子崔林，看到往日的形势，就知道他十分沉得住气。彼时的战局，倘若是我也定会先攻洛阳，再救瀛州。可洛阳城池坚固，粮草充足，福原儿只需坚守不出。镇西军和崔家军便是士众10倍，也绝无可能在短短时间破城。而且福原儿乃是沙场宿将，又岂会败于2个小儿之手？此战失利，是我用人之错。此次洛阳之失，倒是给我提了个醒。强敌不过是外力，真正能摧垮自身的，往往是内力。这西长京看似固若金汤，恐怕已有漏洞。臣这便着人去查京都各世家，严防其与逆军暗中勾连。暗中勾连之人，又岂止在世家呀？十七郎。洛阳急报，事后所探，林思王手下的兵马有异动，一队轻骑携重弩出了洛水，不知所踪。不对，一队轻骑携着重弩，不像是离开洛阳，更像伏杀。他们想去伏击截杀谁呢？一网打尽。崔林，我倒要看看这次你还有没有命活着出来。
真是！师兄！哎呀！公子。哎呀！李逆来救人了。什么？就是李逆！公子，走。眼睁睁地看着崔玲和何氏逃掉，镇西军可不是好招惹的。李逆所遣又都是精兵强将，咱们虽然借了些兵马，但折损过多，咱们也不好交代呀。三郎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把他带回来了？快把军中医师叫来！快！啊，那你受伤了吗？哎呀，此剑粗入体太深，又有倒刺，若是蛮力拔出，只怕会伤及经脉，会血流不止的。现下只能将剑粗细细挖出。老夫已经老了，手不稳，不敢挖呀。没事，我懂医术，我来吧。可是此法极其痛苦，怕这小娘子承受不住啊！阿英，医师说要将剑粗慢慢挖出，会有点疼，你可以忍吗？
小伙子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小伟，别动不好。忍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快了，快了！咬住，咬住！没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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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了。我来帮你擦。那个山谷地势险要，你知道对方藏了多少兵马？再说了，对方还带着重弩，你能全身而退，已经是上天对你最大的眷顾了。石七郎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。你说你好好一个武将，怎么偏偏要学你大伯那样，引经据典，整天长篇大论的？我们刚刚攻下潼关，正是谋划收复京都的重要时刻。你要是出了一点点差池，你让我们怎么办呢？再说了，那个何氏他是崔家军中的人，你为了救他这么拼命干嘛呀？谁说我是为了何氏才去救人？你不是为……我是为了救崔公子。你觉得我信吗？我觉得你信。行。你说什么都对。哎，你们不是，你们谁呀？李逆竟敢杀了我弟弟！他怎么敢杀了我弟弟？我现在就杀了你，给我弟弟偿命！夫人，你儿子竟然敢杀了我弟弟！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我们的人已及时拉住魏国夫人，太医也知道怎么说。娘娘放心。大都督到！请大都督恕臣无能，梁王惊惧过甚，脉搏本已十分微弱，更兼适才又因夫人之怒窒息良久，这心胆之气已散，药石罔效，已经过世了。我要砍了他的脑袋，给他儿子送去，让他儿子也尝尝什么叫锥心之痛。此人死不足惜，封锁消息，将那骨灰烧化，挫骨扬灰，替郑国公报仇。不，我要把他脑袋砍下来，给他儿子送去。你打我！你竟然打我！怎么了？
梁王死了。什么？李逆砍了郑国公的脑袋送回来，魏国夫人一时悲痛气急，掐死了梁王。那得立马封锁这个消息，不能让李逆知道梁王已死。我只知道魏国夫人糊涂愚蠢，没想到她竟然坏了我的大事。李逆其人，心性坚忍，狡黠多智，便是梁王活着，他也未必会退让。大都督不必懊恼。娶妻娶贤，我就是娶错了妻子，才会痛失洛阳。虽然是这样，哪怕他一错再错，大都督也从未对他如何。想必是糟糠之妻，毕竟在你心中不同寻常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她是你名正言顺的妻子，我就是不喜欢她。你明知道在我心里，我的妻子只有你。就这儿吧，赶紧烧了得了。上头可吩咐了啊，要挫骨扬灰。是。怎么这么瘆得慌？是啊。二位大人，这棺木落葬之时啊，阴气重得很。这几日宫里几个人犯了错，被拉了出来，都是被活活打死的。所以乡老传言，有恶鬼作祟。今天死的这个人啊，衣着华丽，身上有好几种绸衣，还有那靴子，一看就非常有钱。您看看这，与其烧掉，还不如卖给我们当钱呢。你们连死人的财都敢发，哎，怪不得总有人使银子，烧香的脑袋想领这份差事。哎，行吧，你们手脚麻利点啊。好嘞，上头说了，得让我们亲眼看到他烧成灰才行。二位请。快换，快换！快来！快走！快走！父王，父王，你身子好些了吗？吾非嫡长，如杀父王，吾必称帝谢之。这是你写的吧？啊，是。父，不孝子，你这个不孝子，你这属实要害死为父啊！孙大都督如此凶狠，你还想当皇上？你这是要害死我！父王，那不过是为了激怒孙敬的权宜之计，为的就是要救出父王您。救出我？这是哪儿？这是潼关。自从孙敬叛乱之后，父王一直被扣在京中为止。
我便一直谋划如何将父王救出。此前，通过崔家军在宫中的人手，在暗中布置，只等见机行事。好一个见机行事！你的见机行事就是给孙敬那样一封大逆不道的信，你可知道？若是孙敬一动念，我就身首异处了。父王，我知道您看到信之后，定会勃然大怒。您向来身体不好，时常头昏，我想一气之下，您必然会昏倒。我命人用假死的药物，让父王假死骗过孙敬。等到入殓时，再李代桃僵，将父王救出。逆子，你这个逆子，你狂悖妄为！你这就是拿亲生父亲的命在做赌注，知道吗？儿子不敢。你还有什么不敢的？我看着你就生气，滚，快滚！是，儿臣告退。等父王消气了，儿臣再来看你。快滚！见过将军。听说迎回了梁王殿下，我便炖了一盅松蘑鸡汤，把油撇了去，再清淡不过。想着梁王殿下历经艰险，身心俱疲，用一些清淡养神的饮食，也可修培元气。皇孙不知道，我们小姐亲自守着小炉子，炖了好几个时辰呢。秋翠，多嘴。顾小姐费心了。将军这是哪里的话？将军是要办大事的人，忙于军务。婉娘身无一技之长，又是柔弱女流，在军中添了不少麻烦。既然迎回了梁王殿下，请将军允许婉娘来照顾梁王殿下的衣食吧。这不好劳烦顾小姐。如今父王刚被救出来，还有些心神不定，脾气也不太好。请将军不必顾虑，婉娘在家中也曾侍奉亲长，知道有恙在身，疾病苦楚，自然是会有些脾气的。请将军放心，婉娘一定能照顾好梁王殿下的。是啊，我们小姐可细心了，当时我们主公生病，都是她施及的。还请将军让婉娘略尽绵薄之力。那便有劳顾小姐了。